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癌症都是拖出来的，提醒是个小病容易拖成癌症，别太大意了。王阿姨今年56岁了，由于她平时都比较注重养生，所以身体一直都还不错。前一段时间，王阿姨总是感觉到腹痛，而且稍微的吃一点东西就拉肚子。虽然自己也吃了一点治疗肠胃的药物，但是效果并不怎么好。于是王阿姨前去医院就诊，医生在充分了解了王阿姨的情况后，就给她开了胃镜的检查。检查结果出来以后，提示是慢性萎缩性胃炎。随后医生告诉王阿姨需要定期复查胃镜。王阿姨觉得医生有点大惊小怪了，所以就没有把医生的建议放在心上。不知不觉1年过去了，王阿姨突然出现了明显的腹痛，而且最近的一段时间她的体重也明显的下降。无奈之下，王阿姨就去医院就诊了。医生给王阿姨开了相关的检查，检查结果出来以后提示胃癌。王阿姨得知情况后一下就懵住了，于是带着哭腔问道：医生，我只不过是有点胃炎，怎么会是胃癌呢？是不是弄错了？其实在日常的生活中，很多小病容易拖成癌症，如果不定期的复查或者是采取相应的措施，那就会增加患癌的风险。哪4种小病容易拖成癌症？慢性萎缩性胃炎。就目前来说，我国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人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得了这种疾病。要想知道自己是否得了慢性萎缩性胃炎，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做胃镜。然而胃镜在我国的普及率并不高。慢性萎缩性胃炎属于一种癌前病变，它可以进一步演变为化生、不典型增生等的病理改变，而这无疑会增加胃癌的风险。对于被查出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朋友来说，他们应该定期的复查，当发现明显的异常时，需要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与此同时，对于得了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朋友来说，还需要弄清楚他们是否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如果发现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那还需要进行正规的杀幽门螺旋杆菌的治疗。慢性肝炎。这里说的慢性肝炎主要是指慢性的乙肝和慢性丙肝。不少朋友认为得了这2种疾病以后，只需要保肝治疗就可以了。其实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在5种常见的肝炎之中，慢性乙肝和慢性丙肝是我国肝癌的最主要的病因。从慢性肝炎到肝硬化再到肝癌，是肝癌比较常见的3部曲。因此对于得了慢性乙肝和慢性丙肝的患者来说，他们除了需要进行保肝治疗，还需要进行正规的抗病毒治疗。肠息肉。当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肠息肉的发病率就会明显的增加。为了弄清楚自己是否有肠息肉，比较好的方式之一就是做肠镜。如果被查出肠息肉，一般来说医生都会建议直接的内镜下切除。其实这个主要是因为一些肠息肉会增加患肠癌的风险，像增生性息肉、腺瘤型息肉、家族性肠息肉等都和肠癌有密切的关系。另外，肠息肉癌变的风险还和癌症的大小有关。一般来说，肠息肉的体积越大，那它演变成癌症的风险也就越大。因此如果被查出了肠息肉，那就应该尽快的切除。如果不能及时的切除，那也应该做到定期复查。慢性宫颈炎。慢性宫颈炎是属于一种比较常见的女性生殖系统的疾病。这类患者多伴有宫颈糜烂、宫颈息肉、宫颈肥大等的变化。当发生了慢性宫颈炎以后，子宫颈在长期的慢性炎症的刺激下，它就可能会发生不典型的增生。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有效的治疗，那将会有一部分的患者演变为宫颈癌。慢性宫颈炎的治疗应该早期进行，一般包括抗炎、抗感染和清热解毒等的方法，
以及宫颈疏通等操作。同时，定期做宫颈液肌细胞学的检查和 HPV 病毒检测也是非常重要。早期发现宫颈细胞异常变化，及时的进行治疗，可以有效的降低宫颈癌的发生率。总之，虽然慢性宫颈炎不一定会导致宫颈癌，但它是引发宫颈癌的主要因素之一，预防和治疗十分的必要。2. 我们应该如何的预防癌症？要想更好的预防癌症，我们需要从多个的方面下手，才能够取得不错的效果。具体的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1. 均衡饮食。均衡饮食并不是说这不吃那不吃的，而是一种口味偏于清淡的饮食方式。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蔬菜水果以及优质蛋白的摄入。只有我们吃好了，才能让人体拥有比较好的免疫力。在做饭的时候，应该注意烹饪的方式，尽量的采取蒸、煮、炖、焖等的烹饪方式，尽量的不要采取油煎油炸的烹饪方式，否则健康的食材也会因此变得不健康。2. 去除不良的生活习惯。其实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本身就是癌症的高危因素，比如熬夜、吸烟、喝酒、肥胖等。为了更好的预防癌症，我们应该首先从这些生活习惯来下手，尽量的做到戒烟酒、早睡早起，保持良好的体重等。3. 适量的运动。大量的研究证明，适当的运动能够有效的预防癌症。因为法国医学院曾经说过，运动作用可以替代药物，但所有的药物都不能替代运动，从中可见运动的重要性。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每年约 21% 到 25% 的乳腺癌和直肠癌， 27% 的糖尿病以及 3% 的缺血性心脏病都归因于缺乏运动。当然，日常生活中人们并不必每天的去健身房才会受益，简单的体育锻炼如散步、慢跑也可以有效的预防癌症的发生。适当运动能够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延缓细胞衰老，减少细胞癌变，从而产生强大的抗癌效果。适当的运动还可以放松心情，缓解压力，从而保持身心的健康。基于以上各方面的原因，世界癌症研究机构号召人们每天进行至少半个小时适当运动来预防癌症。4. 控制好慢性病。对于很多中老年的朋友来说，他们普遍都患有慢性病。如果能够控制好慢性病，那就可以有效的预防癌症。如果慢性疾病控制得不好，那么就会影响免疫力。正常的免疫力可以帮助人体监视异常的细胞。当人体内出现异常的细胞时，免疫系统就可以及时的出手杀死这些细胞，进而降低患癌的风险。5. 定期体检。体检对于我们来说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提前的帮助我们发现潜在的问题。就像本文提到的肠息肉，如果不去体检，那就可能很难发现它们。然而它们对身体的危害却是实实在在的。因此，为了预防癌症，我们应该每年至少体检1次。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